这是古田任三郎系列里杀人手法最为巧妙的一集。凶手没有到过案发现场，却完成了一起高质量谋杀，他到底是怎么作案的呢？好了，影片开始。由福山雅治出演的化学家杀人事件，给大家奉上。枯井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化学家，几年前他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受了伤，从此就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。这天，他来到好友等等力的办公桌前，从等等力的包里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。随后，他拿着2张今晚的球赛门票送给另外一个同事小岛，接着又来到走廊找到等等力。原来2人曾是大学同学，最近等等力打算离婚，和新交的女友在一起。等等力的新女友名叫小慧，是枯井的大学同学，同时也是枯井的前女友。表面上枯井毫不在意，其实内心早已恨透了小慧和等等力。枯井拿出一个思考者雕塑作为结婚贺礼送给了2人。等等力看着雕塑非常的高兴，殊不知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渐渐靠近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小慧也在这个研究机构上班。她从复印室出来后，将房间钥匙挂在了前台存放处，挂好后转身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枯井从一旁走出，偷偷拿走了复印室的钥匙。他这是要干什么呢？转眼间到了下班时间，小岛拿着2张球赛门票，想邀请小慧晚上一起去看比赛，结果被无情拒绝了，理由是晚上要留下来加班。随后到了晚上，枯井一个人留在实验室里，开始了自己的杀人计划。首先，他给小慧打了一个骚扰电话，故意说一些污言秽语。小慧听不下去，直接选择了关机。接着，枯井又用办公室的电话打到值班室，谎称自己有东西落在了复印室里。刚才去前台拿钥匙的时候，发现有人没有将钥匙还回去。说完，保安来到前台确认，发现钥匙的确不在，便翻查着钥匙借用登记表，找到了最后一个使用者小慧。随后，保安找到小慧的电话，打过去发现对方居然是关机的。与此同时，小慧来到了等等力家。此刻的时间是7点23分，枯井打电话叫了一份外卖，地址留的是等等力的邻居家。随后到了7点50分，枯井利用变声器给等等力打去电话，谎称自己是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。枯井在电话里表示，有一个写着他名字的失物被送到了这边，好像是一份文件。说完，等等力赶忙打开包查看，结果发现包里的文件真的不见了。于是他让小慧帮自己去取一下，因为今晚还有一个重要电话。原来等等力参加了一场学术竞赛，今晚是公布结果的时间，他必须要待在家里等着才行。随后小慧出了门，在门口碰到了送外卖的小哥和隔壁邻居正在争论。转眼间，时间来到8点07分，枯井拿着手机关掉变声器，打给了等等力，表示白天送给他的雕塑里还有一份信，有些话不好意思说出口，所以只能写信表达。紧接着，等等力找到雕塑，他按照枯井的指引正想打开雕塑的底座，然而就在这时，雕塑突然发生了爆炸，等等力当场身亡。就这样，枯井的杀人计划圆满完成。这部推理神剧，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根本猜不到侦探是如何破案的。枯井杀死了好友后，警方很快就调查到了这里。经过询问，枯井表示，死者和自己是大学同学，2人都是化学专业，现在的工作经常会接触到爆炸物，有时候我们会把化学材料带回家研究。等等力也是一样，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实验课，等等力就引起了一场大爆炸，但是那次很幸运没有伤到人，看来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说完，古田表示，这不是一起意外事件，而是一起谋杀案，因为爆炸发生的地点在卫生间，而且等等力他没有戴手套。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在做实验前一定会做好各种防护措施，但是等等力却一点防护都没有做，这就说明了他当时并没有在做实验。正说着，突然金泉带着小慧来到了这里，刚见面，小慧就伤心地跑了出去。枯井见状赶紧跟上，随后表示此次的爆炸事件很有可能是一场意外，但是警方也不排除有他杀的可能。小慧一脸茫然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枯井让他啥都别说，隐瞒今天晚上的行踪，否则的话就会卷入到这起谋杀案之中。说完，小慧没有多想，同意了枯井的提议。随后画面一转到了第2天，西原把研究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叫来调查。小慧隐瞒了昨天晚上的行踪，她表示昨晚自己在公司加班。刚说完，一旁的同事小岛也站出来替他说道，昨晚他确实留在公司加班了，工作很忙，我想邀请他一起去看比赛都没有时间。接着小慧还说，昨天发生爆炸的事情是等等力的妻子打电话来，自己才知道的。说完，画面转过，西原经过调查，发现小慧说的全是假话。首先，他昨晚根本就没有在公司加班，保安因为钥匙不见的事情曾给他打过电话，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他。其次是昨晚发生爆炸之后，等等力妻子打电话过来的时间是11点多，在那之前，小慧早就知道爆炸的事情了，她为何要说谎呢？昨晚她又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交谈结束，枯井回到了实验室，此时金泉正在玩弄胶水，一不小心将自己的右手和下巴粘在了一起，怎么扯都扯不开。就在这时，西原再次找到枯井，声称古田有事找他。随后来到餐厅，西原拿出案发现场的爆炸碎片，古田表示
这应该是一个雕塑，但是具体也不知道是个啥玩意。古田指着其中一块碎片继续说道：“现在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这个雕塑是光着脚的。”说完，古田收拾碗筷离开了这里。西园对着小慧说道：“经过调查，昨晚8点左右，有一个外卖小哥看到你从等等力家跑出来。”听完此话，小慧决定不再隐瞒，她将昨晚发生的一切全都说了出来。随后，西园跑去失物招领处调查，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给等等力打过电话，也没有收到过什么文件。最后，警方在小慧的桌子上找到了那份文件。这下，小慧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就这样，她成为了杀害等等力的最大嫌疑人。男人杀完人后，将这一切陷害给自己的前女友。现在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小慧，她成为了最大嫌疑人。表面上，枯井一直在为小慧说话，但是古田总感觉他在帮倒忙，而且他好像很希望小慧赶紧被定罪。警方在小慧的桌子上找到了死者丢失的文件。枯井又在装模作样的替小慧说话。发生爆炸之后，诱发火灾的几率非常高。如果等等力的房间一旦起了火，那么我们的研究资料和研究笔记都会化为乌有。对于研究员来说，那些资料比自己的性命都要宝贵。所以说，小慧是不可能冒着毁掉资料的风险去制造爆炸的。说完，西园拿出了一张快递单，声称这是在等等力家找到的。原来昨天早上，等等力就将家里的全部资料都寄到了办公室里。看到这一幕，小慧彻底傻眼了。西园也认为他就是凶手，于是带着他上了警车离开了这里。另一边，古田还在思索着案件。他来到等等力的办公桌前，打开抽屉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关键性证据。随后他又看了一眼金泉，这造型这姿势怎么那么熟悉呢？这不就是那个名为思考者的雕塑造型吗？而且思考者也是光着脚丫子的。说完，古田让金泉赶紧去找思考者雕塑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古田拎着一堆东西找到枯井，表示自己已经知道真凶是谁。证据就是死者所使用的电话。原来等等力家里的电话是子母机，案发时他带着子机去到厕所，被炸毁了。然而母机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说完，古田拿出了一张单子，声称这是母机留下来的通话记录。根据上面显示，案发前的最后2个电话是用匿名的方式打来的。如果小慧是凶手，那么他不可能采用这样的方式给等等力打电话，因为正在交往的女友突然打来了匿名电话，死者接起后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奇怪，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不可预测。古田认为小慧是被人陷害的，那么陷害他的人又会是谁呢？第一，知道他们谈恋爱的人；第二，知道昨晚他们俩要见面的人；第三，是能从等等力包里偷走文件的人；第四，知道等等力参加竞赛的人；第五，擅长使用机器能变换声音的人；第六，会制作炸弹并且能精准控制炸弹威力的人。还没说完，枯井就打断说：“我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可能去他的房间装炸弹。如果我是凶手，那么我是怎么作案的呢？”古田拿出一个雕塑说道：“案发当天，你给死者送了一个这样的礼物，里面就装有设置好的炸弹。”金泉拿着爆炸物碎片，找到了一个形状大小和这个完全一致的思考者雕塑。枯井反问古田：“你说案发现场的雕塑是我送的，那你有证据吗？”古田拿出一张包装纸，表示这是在等等力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到的证据。等等力他收到你送的礼物非常的开心，连包装纸都没舍得扔。枯井还在狡辩，表示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。古田拿起包装纸继续说道：“我已经提取了这上面的所有指纹，除了死者的之外，其余全是你的。”枯井还在挣扎，那你怎么证明这张包装纸包括思考者的雕塑呢？古田表示这还不简单，他将雕塑放在包装纸上，随后照着折痕一一拉起，最后不仅折痕一致，连胶带粘过的痕迹都完美吻合。事已至此，枯井已经无话可说，最终他无奈承认了这一切。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。原来自从枯井受了伤不能下地之后，他的内心就发生了变化，他变得焦躁敏感多疑，所以小慧离开了他，他也就因此产生了报复心理。这就是此案的真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古田任三郎的给小森点个赞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